豌豆同学。我们这是时隔快2年，又一次坐飞机出来旅行了，开心吗，宝宝？还可以吧。但是刚才吃完了这个帕泰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秦老师。我们今天又来拍视频了。最近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啊。不过呢，7月份呢，总算是又有机会拿起相机了啊。7月份呢，我和豌豆都打了好的疫苗，而且加拿大也逐步在进行解封。那我们就请了年假，来到了出来玩。这次我们来到了温哥华。温哥华呢这个美食非常的出名，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。现在我刚刚到达温哥华的旅店，已经非常的疲惫了。虽然说现在时间呢是晚上10点钟，但实际上因为有时差，温哥华10点，实际上多伦多凌晨1点，所以和豌豆老师又坐了飞机，非常的辛苦。我们现在准备休息，明天早上我们就去吃早茶。吃早茶。好，那么先这样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我们第一站是麒麟海鲜酒家，是一家非常有名的。反正我小红书一搜早茶，总是能搜到这家店，而且就在斯坦利公园附近，我们走过去就能到斯坦利公园，所以就在第一顿在这吃。第一个上的是这个叉烧酥，它那个酥不是那种脆脆的酥，而是你进去之后是硬的，然后碎裂之后很快就变成泥，酥松软糯用它是非常合适，很香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能吃这个原因，你们猪肉馅它搞得很细，没有大的猪肉块，先加虎皮卷，我觉得好吃。那个虾非常鲜甜，外皮也非常的酥脆，很弹牙，对。哇，原来点心我可以做到好几分钟口。真的很高啊！呀，我的陈村粉来了。哇，长这个样子啊！耶！哇哦，米粉在底下哈。它是陈村粉，就是会比一般的肠粉更薄更亮。这就是那个千层糕，哇，很松软。它应该是有咸蛋黄味的。那个是我点的一道甜口。哇！它那个粉真的口感非常的奇特。你说特别 Q 弹吧，也没到那个份儿上；但是你说特别软糯吧，也不是，是有软有硬有嚼劲儿，突然介于肠粉和拉皮之间的口感，非常的有意思。然后配上这个牛腩的汁儿，尝尝这个糕，这个是一层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软，就跟冰激凌一样的口感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宝宝，这4个都给你吃了，这3个吃不上，里面有些丝。这顿早茶我们还点了灌汤包，但是和别的菜品相比，水准就差了那么一些些。整体来说这顿早茶让我们非常开心，吃得非常好，让我们认识到早茶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新的高度。不过看菜单的确是价格偏高的，我们还是比较幸运可能是因为疫情，餐厅呢有比较大的优惠，最后我们2个人人均一共25左右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早茶给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，斯坦利公园又有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我原本的计划是徒步游览斯坦利公园，然后重点参观位于公园内部的水族馆，然而水族馆目前属于关门的状态，于是赶紧翻小红书，发现斯坦利公园有环岛骑车的路线，于是立刻在公园门口租了一辆双座自行车。推车去。开心吗？真爽很开心。哥哥。
哥，你这样给我骑机车，你老婆也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要录下来啊。哥哥，你给我买这个棒棒糖，你老婆知道了不会生气吧？啊，真好吃！哥哥，你吃一口。啊，你跟我吃同一个棒棒糖，你老婆知道了不会生气吧？哥哥，你跟我骑同一个双人自行车，你老婆知道了不会揍我吧？啊，你老婆好可怕呀！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哎，豌豆同学，骑这一路开心吗？开心。有什么感想吗？啊！我们搬来温哥华吧。好啊。电台不错，什么抓到都。好漂亮了吧？从早上的这个早茶到现在都是惊喜呢。我说我毫无期待，我去英国就是尼玛期待太高，到那边被你拖着到处走，被人走，然后到温哥毫无期待，每个都很好吃，耐吃。下这个马不上，不要紧。不要紧，你慢慢骑吧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岛给骑完，10公里问题不大。我们这样慢慢骑。骑车环岛这波真的不亏，大家来温哥华一定要骑车逛一逛斯坦利公园，真的很漂亮。不过大家切记要穿一条方便运动、至少比较结实的裤子，因为……哎，你上来就笑吗？直接笑还是排队在笑？是这样子的，刚才我坐着的时候呢，往下一看，我这个裤子就这块，哎，大概齐，哎，打码的，裤子，今天好像裤子裂了。然后吧，我还走了一路，完全没有发现。现在他就跟那个女生来了姨妈血滴在裤子上一样，用那个衣服围住自己屁股那里往前走。对，就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买裤子。裤子好想穿。我现在去买裤子。下午买完裤子，我们就去 Gastown 逛了逛。这里啊，类似于北京798加南锣鼓巷，再加上北京的北新桥。它既是温哥华本地传统的古街啊，也融合了很多文艺小店，还有时尚买手店，当然还有很多特色的餐厅啊，非常适合拍照、发小红书。我和豌豆呢随便找了家咖啡厅，喝咖啡休息一下，非常的惬意。Gastown 的餐厅啊很多都很有特色，我们随便挑了一家披萨店，发现它的确很好吃，比多伦多的披萨好吃了一个台阶。好喝的，酸甜甜，没开胃，非常的凉爽。豌豆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你是不是现在都喜欢特别开的东西？什么叫特别开的东西？就是只要还蛮好吃。它有火腿、蘑菇，还有那个叫羊芹吧，artichoke，而且它那个 basil 叶是生的，所以吃起来口感其实是很好。是吗？第一是火腿的量非常足，然后它底下那个馅料非常有汁水，有可能是火腿的汁水。我觉得是蘑菇跟那个 artichoke。它的面肯定没得说。吃完披萨，完满的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。然而第二天一早又出现了新的变故。第二天一早，先后经历了全程租不到车和 UBC 各个主要景点都周一不开门的波折，心情不是特别好。不过某温哥华人吴谦先生和 UBC 立刻给我的旅途的一连串关于牙签的惊喜。就是大家来 UBC 还是要来一下，毕竟这个沙滩呢，咱非常好看，是一个closing optional beach， 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裸体海滩。然后我们的确下去的时候看到了形形色色的。我今天看到的，今天你看到的，你这个看到点都，也不至于，但颜色的话应该是。对，整体来说啊，还是，我有一个同学说，曾经这边都是上了年纪人
进来的话都有啊，什么年龄段人都有啊，甚至小孩子也下去。对，就是那种澡堂的那种感觉，大家可以来一下。还是那句话，本来来 UBC 没有想过会看到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旅行总是会充满着惊喜，是不是 ，baby？ 在 UBC 看过各色牙签之后，我们就前往了 Gravy Island。对于 Gravy Island， 我们的记忆也只剩下吃了。然后中餐吃的是酥皮汤，也算是简单吃了一点。但是那酥皮汤还不错。然后再吃了一个清酒冰淇淋。冰淇淋超好吃。那个葡萄味绝对。第二天的话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吃东西都比较控制，是因为为了迎接晚上的日料和芝士蛋糕。晚上的日料我选择的是西瓜日料，它在小红书上的评价颇高，尤其是冠以评价居酒屋的称号。我们点了一份牛肉沙拉，一份牛肉寿司，一份炸鸡块和一份玉米饼。牛肉沙拉还是很不错的，牛肉本身和蔬菜料汁的组合非常的好。牛肉寿司也是非常推荐的。搬到温哥华来，我舍不得咽下去。寿司上的牛肉像逼爹的一样的口感。至于玉米饼和炸鸡豌豆老师是这么评价的。然后我给我自己点那个炸鸡和那个玉米饼，我觉得那个玉米烙它就是东北那个玉米烙。王刚师傅也做过，王刚师傅好像是做过，就感觉就葱黑。整体来说日料并没有让豌豆老师特别的满意。然而接下来的芝士蛋糕却让豌豆老师再一次进入他的表演视线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罪恶之城。晚上7点到1点营业的芝士蛋糕，就是让你吃那份罪恶感。它只有晚上7点到1点才开门。对，这说明吃的是什么？罪恶感。这个是我们朋友力荐的，就是他推荐了2家甜品。我说我们to吃 list 太长了，如果这2家你只能选一家，你选哪家？还选了这家，所以我说好，就在今晚。他不用穿校鞋了，很好吃。Oh yes yes， 很好吃，很浓郁，然后不腻，入口即化。它就是你所能想象到的那种最纯粹、最蛮横、不讲道理的芝士蛋糕。就用料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就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这是李时健。趁着这个奶油化掉之前。dig in。你说嘛，打几分？平平无奇，古天乐的平平无奇，9分。缺点就是晚上7点开门，太罪恶了。我给个8分吧，我觉得可能跟你给那个日料店一样的逻辑。就是你并没有很爱吃芝士蛋糕。芝士蛋糕就它属于质量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。你这个人不客观。我可以觉得牛肉不好吃，但你不可以觉得芝士蛋糕不好吃，因为我是一个客观的人。客观的人就是不以自己的口味作为标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吃得开心。本少女现在打满了鸡血要回去了，开心。刚刚吃那顿日料的平凡一扫而光。就有点撑，你看这裤子。不用那么快，它煮开再搅拌。它没煮开，你搅拌它干嘛？对不起。183。